2025年11月5日，一则招聘启事悄然出现在谷歌的官方页面，却很快被商业内幕敏锐地捕捉。它看起来不像是在招员工，更像是在找一个未来世界的经济学家。职业描述里这样写道：你将领导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探索后通用人工智能的经济学稀缺的未来，以及在一个被先进人工智能根本重塑的世界当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次对终极经济假设的挑战。当 DeepMind 开始严肃招募经济学家，深入探讨 AI 对稀缺性、财富与分配的长期影响时，背后是 CEO 德米斯·哈萨比斯更宏大的主张。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专家机构来引导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谷歌并非唯一意识到问题紧迫性的玩家 ，Anthropic 也在招聘专家，重点研究 AI 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冲击。一场关于如何定义未来经济规则的无声竞赛已经拉开序幕。他们究竟在构建怎样的模型，又将如何模拟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后稀缺世界？或许我们可以从 DeepMind 过去的项目当中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即将踏入的可能是一场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在2022年7月的时候，他们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民主 AI 的系统，主要是想要解决收益再分配机制的公平问题。他们展示了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可以用来找到人们在简单博弈中愿意多数投票支持的经济政策的概念验证。这个研究最后发表在了《Nature Human Behavior》的杂志上面。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分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当中长期存在，并且困扰着很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如这样一个场景：你和一群人一起汇集资金进行投资，投资得到了回报，也获得了利润。那么收益应该怎么分配呢？一个比较简单的策略是平均分配，但这个可能造成不公平，因为有些人投的钱多，有的人投的钱少，贡献的数额不同。那你说，我们就按照每个人初始投资金额的比例进行分配吧，听起来也很合理。但是如果每个人拥有的资产数不一样呢？如果两个人贡献了相同的金额，其中一个人捐出了他所有的可用资金，而另一个人比较富有，他捐出的只是自己可用资金的一小部分，他们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最后应该获得同样的收益份额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投资游戏，希望以深度强化学习作为实验平台，探索资源再分配的公平方案。这个实验主要有3个步骤。首先，第一步，他们邀请了4000多名真实人类参与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4人投资游戏，收集行为数据。在这个游戏里面，每位玩家会有一笔数额不等的初始资金，他既可以把钱放在中心的公共区，也可以放在自己身边的小猪存钱罐里。每次玩10轮，有一位裁判 A 或者 B 负责把公共区的盈利再分配给每位玩家。10轮游戏之后，所有的玩家根据满意度给裁判投票。这些行为数据会被训练成一个 AI 模型，让它能够模仿人类玩家的决策和投票行为，创建一个人类玩家群体。于是，这个模拟环境就可以用来无限生成的训练数据。在第二步当中，他们用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在这个环境中训练一个 AI 规则制定者。这个 AI 规则制定者的目标是要设计一套再分配的规则，最大化虚拟玩家在游戏结束后给他的投票支持。训练完成之后，这个 AI 设计的机制被称为以人为本的再分配机制，简称 HCRM。在最后第3步，他们招募全新的、从未参加过训练的人类玩家，再进行一次游戏实验。这一次，他们决定让 HCRM 和几种经典的再分配机制进行正面的 PK， 最终的衡量标准将由真实的人类玩家的投票偏好决定。
他们发现 AI 训练后的 HCRM 分配机制要比所有经典的分配机制都更受欢迎。这些经典的分配机制包括了按照结果平等、不考虑个人努力和选择的严格平等主义机制，还有纯粹按贡献、多劳多得式分配，但忽略个体起点不平等的自由意志主义机制。他们说，这种 HCRM 策略结合了两种人类已有的公平理念，一个是按照相对贡献而不是绝对出资额来分配收益。这个相对贡献是既考虑了个人的初始资产，又考虑出资的意愿。另外一种理念是额外奖励相对贡献更慷慨的玩家。它根据参与者的相对贡献进行补偿，从而主动缩小了游戏开始前存在的资产差距，本质上类似于自由平等主义的路径。所以从结果来看，这种 AI 设计的 HCRM 机制可能比人类裁判制定的机制更加有效。同时，他们也提到这种方法具有局限性。首先，因为设计是基于多数民主的投票原则，少数群体的偏好可能会被忽略，存在了多数人暴政的风险。另外，AI 是从人类数据当中学习模拟的，因此也可能会延续或者加剧这些社会已有的不公平和偏见，并且他们明确指出了这个项目是探索性的尝试，而不是一个 AI 政府解决方案或者是专业的政策工具。在2025年9月的时候，DeepMind 和多伦多大学联合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Virtual Agent Economies》。他们主要是针对现在的 AI agent，认为这些 AI 智能体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层。他们互相之间会做高频的谈判、交易，还有决策。研究人员就提出要借助市场机制和公平分配原则来安排资源。同时提出了 AI 沙盒经济的概念，希望确保 AI 智能体能够在经济层内部实现安全可靠的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管。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 AI 就不仅仅是工具了，它也会成为独立的经济行动者。这样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制定新的规则。你觉得这些 AI 再分配制度还有 AI 经济体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